我知道了，果然如我家岛主猜测一般，秋水道姑就是秋水伏烟，你根本就没有去五之圣土，而是一直留在了东方海域。终于第六仙的情绪有所缓解，他冷然一笑，似是已经想通了事情的经过。旋即又开口问道：若是我没有猜错，你今日来此应该是为楚风而来。可是秋水伏烟，我诛仙群岛与你焚天圣教向来并无恩怨，为了楚风这样一个毛头小子，便与我诛仙群岛为敌，你可要想清楚这其中的利与弊啊！既然你知道我为何未来，又何必多此一问呢？对于第六仙的话语，秋水伏烟则是淡然一笑，随后又道：另外，你千万不要威胁我，因为我从来就不怕你诛仙群岛。说到底，你诛仙群岛不过就是一个趁着东方海域没人之际，浑水摸鱼，使尽卑鄙手段才能崛起的势力罢了。谁给你的胆量，敢来威胁我？听得此话，第六仙被气得不轻，没有想到秋水伏烟会这么不留情面，竟然当众侮辱他诛仙群岛。诸位，好戏结束，相信你们也都看到诛仙群岛的真实嘴脸了。这个打着名门正派之旗号的势力，实际上是最为卑劣的势力，比之残夜魔宗的光明磊落，敢做敢当。他诛仙群岛真是不配做东方海域的主宰。诸位都散了吧，不过不要忘记将今日之事公布于众，也好警醒世人，不要再盲目的投靠诛仙群岛，跳入这一个恶事做尽的大火坑了。多谢圣女今日相救，我等定然不负所望，会将今日真相全部告知天下。而秋水伏烟此话一出，那些围观之人也是感激不已，拱手抱拳，齐声道谢之后，便身形一纵，各显其能，玩命的向远处逃窜而去。为了不被一网打尽，他们并未向统一的方向逃跑，而是向四面八方逃去，各寻生机。今日谁都别想走。眼见着围观之人想要逃脱，第六仙的面容猛然转冷，那滔天的杀气散发而出，这片晴朗的天空都顿时乌云浮现，狂风四起，宛如末日将要降临一般。走不走可不是你说的算。但是一直盯着第六仙的秋水伏烟却没有给予第六仙屠杀众人的机会，意念转动之间，只见其洁白的玉手在半空之上微微浮动，只听得一声巨响，滔天的烈焰便浮现而出，化作热浪滚滚的火海，向第六仙淹没而去。面对一位一品武王的攻击，第六仙哪里还敢分神去追杀他人，赶忙掌心一转，释放出了一种强悍的武技来抵挡秋水伏烟的烈焰火海。眼见第六仙被挡了下来，那两位烈火神鸟族的护法也是厉喝一声，竟然化作遮天蔽日、满身火焰的巨鸟。这个模样与当初在九州大陆所看到的那只巨鸟一模一样。两位护法化作本体之后，巨翅微微扇动，满天的烈焰便涌动而出，向四面八方压迫而去，想要将那逃遁之人燃烧致死，想要杀人灭口，还要先过我等这关。见状，休息许久的水行王与火行王也不怠慢，分别爆发出独有的水火之势，先是挡住了他们凶猛的攻击，随后便与烈火神鸟族的两位护法再度交战在了一处。大战爆发，双方势力的所有人都不怠慢，诛仙群岛在场所有能动的高手皆是开始喊杀滔天，一跃而起。虽然没有人敢插手武王的争斗，甚至还要避而远之，但是他们却敢插手武军的争斗。一时之间，足足数千名武军强者向楚风的方向围攻而去，这是想要以多欺少，凭借数量压制楚风。尽管此刻足足一艘战船的武军高手都向楚风扑杀而去，但是也有一部分向玄霄超等人以及那身负重创的金袍师兄的攻了过去。他们当真是准备赶尽杀绝了，想要杀我们，你们还不配。在楚风那疗伤药的帮助以及自己的调养下，玄霄超等人的伤势皆是有所好转，甚至就连幽童寒那被砍掉的下巴和舌头，也在玄霄超与符风鸣的帮助下重新凝聚成功。此刻三人本就憋了一肚子的怒火，而在这种时候竟然有人来找自己麻烦，三人就如同找到了发泄怒火的目标一般，一个个手持半城王兵，爆发出凶猛的威势，便掠入了那战圈之内，砍瓜切菜一般的斩杀起诛仙群岛的大军。尽管都是武军境，但是此刻三人的强大实力却得以完美的体现。虽然他们不是慕容寻的对手，但是斩杀这些人却是相对简单。布阵年轻一辈奋勇杀敌，老一代的前辈自然不甘示弱。尽管金袍十兄弟身负重创，但是没有了第六仙的压制后，他们也是得以重生，焕发出强大的战力，布置出独有的阵法之后，以守为攻，静待诛仙群岛大军的到来。金袍十兄弟的阵法，连使用王兵的慕容寻都能一战，又何况是普通的武军境高手？虽然诛仙群岛的人数众多，并且也是以阵法攻制，但是10名老者却是从容应对，以那完美的配合，化身为凶猛的野兽，来多少杀多少。那向他们攻来的众多高手，就如同自寻死路一般，皆是有来无回，化作血水。连身负重伤的玄霄超三人以及金袍十兄弟都可如此勇猛，那毫发无损并且战力超群的楚风就更是可以想象了。此刻的楚风简直就是一个杀戮利器，以他为中心，方圆1000米之内就是一个修罗场，凡是踏入这个范围之人，只在瞬间便会血肉模糊，不仅被瞬息抹杀，就连本源也是被楚风炼化。一时之间，各种惨叫此起彼伏，满天的鲜血如雨水一般倾洒而下。诛仙群岛3艘战船之上，足足1万多名武军境的高手，竟然无法击杀楚风等人，反而如同猪狗一般被一一斩杀。一群没用的饭桶，耗费那么多的修炼资源，耗费那么多的时间，培养你们何用？全都给我滚过来！看着那一个接着一个死去的众多手下，慕容寻气的双目充血，忍不住大声咒骂。而这一刻，
那些诛仙群岛的高手们也没有一人敢有所违背，不再盲目的送死，而是赶忙退宫位首，最终整齐的半跪在慕容寻的面前，齐声道：“我等无能，请少岛主责罚。责罚？你们的确应该责罚，浪费了我诛仙群岛多年的精心培养。你们倒是说说，该如何责罚你们才好？”慕容寻双目溜圆，怒声喝道：“还请少岛主发落，要杀要剐，绝无怨言。”半跪的众人齐声回道：“那好，既然如此，就用你们的血肉来回报我诛仙群岛对你们的栽培吧。”而听得众人这样回答，慕容寻不但没有丝毫的动容，反而在其血红色的眼中闪现出一抹狠色。突然，只见慕容寻血红色的双眼之中寒芒一闪，那磅礴的血红色气焰便再度爆发而出，化作无数道血红色的锁链，夹带着道道破风之音，在道道鲜血喷洒之间，便一一洞穿了那跪在其身前的诛仙群岛众人。那血红色的锁链贯穿而过，众人的多年积攒的修为以及生命力便开始急速流失，那种正在被榨干与炼化的痛楚，让他们无法自控地呼喊起来。可是哪怕如此，却没有一人逃跑或退缩，反而是在哭天喊地之中忍受着这种痛楚，任由自己的修为与生命不断流失，涌入那慕容寻的身体之中，却毫无怨言。而在足足万余人力量的灌输下，慕容寻的气息也是再度增长，已然无限地接近了武王的境界，甚至大有突破之感。但是在慕容寻的力量越来越强之际，那些被血色锁链所贯穿的人可就越来越悲惨。此刻已然人不人鬼不鬼，如同一道道行尸走肉，连发出的惨叫也是如同鬼嚎一般瘆人，真是丧心病狂。这样炼化忠心耿耿的手下，他还是人吗？眼见事情不妙，玄霄超三人提着手中的半城王兵来到了楚风的左右。楚风，今日多亏了你，不然我等恐怕皆要性命不保。眼下这慕容寻已经疯狂，但疯狂之人必定有疯狂之举，还是让我们与你一同对抗他吧。金袍十兄弟也是凑了过来，但是相比于玄霄超，他们10个看向楚风的目光却颇为复杂，因为他们不会忘记当日在罪恶峡谷，楚风还是那么弱小到向他们求救，但是今日不但超越了他们，更是间接的解救了他们。说这慕容寻是丧心病狂倒是真的，不过说他疯狂，我看倒是未必。此刻的所作所为，最多就是原形毕露而已。10位前辈，3位大哥，你们放心，他这魔功虽然歹毒且厉害，但却也终有束缚，不可能无限的将他人力量转化为自己的。就算慕容寻将他这些手下全部炼化致死，但也最多止步于9品武军，而只要他无法踏入武王境界，我便依然能够打到他不能自理。楚风说话之间，掌心一翻，王兵银龙枪便出现在了手中，而王兵一出，那独有的威势顿时席卷四面八方，楚风的战力瞬间翻涨数倍，甚至此时此刻，楚风给人一种错觉，那就是武王强者，恐怕楚风也是能够一战。王兵感受到王兵的威势之后，无论是第6仙还是水行王，他们都是不由自主的扫视了一眼楚风手中的银龙枪，还果然是王兵。这小子如此修为，便能如此彻底的掌握王兵了吗？确定楚风手中的当真是王兵无疑之后，火星王与水星王眼中的是赞赏，第6仙眼中的是愤怒，而烈火神鸟的眼中则是贪婪。而就在这时，突然阵阵闷响不断响起，只见慕容寻的方向，那万余道身影已是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乃是弥漫在天际的血雾以及倾洒而下的血雨。在观慕容寻，他的身体竟然已经膨胀变形，从一个高挑的型男化作了一个可能随时都会爆炸的胖子，并且浑身上下的肌肤已经没有好的颜色，皆是血红，甚是恐怖。气息虽然依旧强横，但却已然停留在9品武军。如同楚风所说一样，慕容寻的魔功再强，但也终有束缚，不能够将那些人的力量全部炼化吸收。楚风，来吧，一决生死！突然，慕容寻发出了一声响彻天地的咆哮，那个声音已经不再是他原来的语调，夹带了无尽的愤怒与怨气，宛如一个魔鬼的声音一般。但是此时此刻，最恐怖的却并非是那个声音，而是当慕容寻一跃而起，向楚风掠来之际，其所夹带的恐怖威压。这一刻，连慕容寻头顶的天空颜色都变了，竟然化为了血红之色，就仿佛那正在靠近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沾染了无数鲜血的魔鬼。面对这样的慕容寻，哪怕玄霄超以及金袍十兄弟等人，并非贪生怕死之辈，可是此刻也是忍不住倒吞了一口凉气，脸上流露出阵阵恐惧，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可怕，真的很可怕！炼化了万余人血肉的慕容寻所具备的戾气实在太过恐怖，当真不能再拿人来形容他，正有此意。但是哪怕慕容寻此刻的气息再恐怖，楚风却依然不惧，不但不惧，在其双眼之中反而涌动出兴奋的光芒。突然，楚风动了，他这一动，其先前所在的虚空都是猛然碎裂，就连那已经后退很远的玄霄超等人，也是被那种余波震得倒飞数米开外。由此可见楚风的威势有多凶猛。楚风手持银龙枪，拔空而起，犹如一道彗星一般，向那家带着血腥之气的慕容寻冲了过去。就在二人距离不足3000米之际，楚风的速度突然加快，只听得一声龙啸响起，楚风整个人便化作了一道白芒，那白芒划空而过，就像一条白龙一闪而没。当白光消散之际，楚风已是来到了慕容寻的近前，只见手臂摆动，那手中的银龙枪便化作一道白光，扑哧一声闷响传来之际，大片鲜血纷飞而出，楚风的银龙枪已然刺入了慕容寻的胸口，贯穿了他的胸膛。二人的这次交战竟是一招定胜负，慕容寻败了，一枪洞穿胸口，足足炼化了万余名武军强者的慕容寻竟被楚风一招击败。对于这一幕，当真是将玄霄超3人以及金袍十兄弟都彻底惊呆了，他们猜到了结局。
却没有猜到这个过程，因为这个过程实在太快了，快到竟只在一瞬间便分出了胜负。先前他们以那般身临其境的感受到了慕容寻的恐怖，可是慕容寻还是被楚风一招击败。不得不说，与之慕容寻相比，楚风才是真正的怪物。少岛主。而相比于玄霄超等人的震惊，那第六仙则是勃然大怒，一声长啸之后，抬手一掌便向楚风发动了攻势。只不过那此击刚刚轰出，便在一声巨响之下被抵消开来。是秋水伏烟出手化解了他的攻势。秋水伏烟，少岛主若是出现三长两短，我非宰了你不可。眼见着秋水伏烟纠缠不放，第六仙气的脸都青了，也不再盲目的对楚风出手，而是发动最凶猛的攻势，想要将秋水伏烟置于死地。其实就算你不打算杀我，我也没打算放过你。而对于那已经近乎疯狂的第六仙，秋水伏烟却是微微一笑，在其美艳的脸蛋之上，没有一丝惧怕，相反，在那充满智慧的眼眸之中，还闪烁着一丝不屑。在一枪洞穿慕容寻的胸口之后，楚风则是大袖一挥，一道磅礴的金色结界阵浮现而出。只见楚风袖袍再挥，那结界阵径急速收缩，化作了指甲大小，自慕容寻的伤口处融入了他的体内。当阵法进入之后，慕容寻顿时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而在其惨叫的同时，大片的血色气体开始自其体内溢出，只不过这一次并没有化作血红锁链，而是四下飘散。在这种变化之下，慕容寻那膨胀的肉身也是急速收缩，就连强大的气息也是随之减退。原来楚风是运用那道结界阵法封锁住了慕容寻怪异的魔功，使得他剥夺而来的力量正在离开体内。而待慕容寻的力量彻底消散之际，楚风则是大臂一甩，将银龙枪抗于肩头，像挑扁担一样将慕容寻抗在身上，降落在了一艘战船之上。落地之际，楚风又猛然一甩，像甩沙袋一般，只听一声，将慕容寻狠狠地丢在地上。楚风，我要将你碎尸万段！落地之后，慕容寻跌跌撞撞地站起身来，咬牙切齿之间，如同疯狗一般向楚风扑了过来，给我跪下！然而只见楚风一个急转身，便绕到了慕容寻的身后，手中的枪尖一扫而过。只见两道血光划过之际，慕容寻的腿筋便被楚风挑断。腿筋一断，慕容寻顿时难以支撑双腿，直接跪倒在地。在慕容寻跪倒之后，楚风又站起他的身前，对慕容寻说道：“给我磕头认错！我去你妈！”这一刻，慕容寻本想开口大骂，可谁曾想，还未讲话说完，只感觉头顶一痛，楚风已是紧紧地抓住了他的头发，随后按着他的脑袋，对着地上便是一阵猛磕。一时之间，比敲鼓还要响的磕头声连绵响起。只是眨眼的功夫，慕容寻就已是头破血流。楚风，我认你先人！而眼见着自家的少岛主竟然承受着如此，第六仙整个人都快气炸了。只见其掌心一翻，数颗禁药浮现而出，二话不说便一饮而尽。当那禁药被吞服而下之后，道道彩色的气体不断自其体内升腾。与此同时，他的气息也是在此刻暴增，甚至自其口鼻之中还不断的吞吐出怪异的雾气。糟糕！面对第六仙的变化，秋水伏烟的小脸也无法淡定了。换作先前他与第六仙交战，不但能够从容应对，甚至还占据一点点上风，但是眼下第六仙竟然不顾性命之危，不管反噬之痛，吞服了那么多禁药，他的战力已经非先前可比，已经超出了秋水伏烟能够抗衡的界限。就在这时，第六仙再度怒吼一声，对着秋水伏烟便是一拳。这一拳当真是天地震荡，日月无光，哪怕秋水伏烟布置出了层层结界，施展出了极强的防御武技，却也难以抵挡。最终在一层层轰鸣之后，秋水伏烟也是发出一声惨叫，他到底还是被这一拳之威击中，倒飞数里开外。秋水前辈见到这一幕，楚风顿时大惊，忍不住惊呼起来。可是在将秋水伏烟轰飞之后，那第六仙却依然不肯罢休。只见大袖一挥，磅礴的吸力暴涌而出，竟将秋水伏烟再度给吸了回来。在秋水伏烟飞回之际，那第六仙的拳头已是再度握起，并且一层异常恐怖的气息正在凝聚。这一拳若是击中，那秋水伏烟多半就要性命休矣。住手！你再伤我秋水前辈一下，我就将慕容寻大卸八块！眼见第六仙真的要下杀手，楚风也不怠慢，手中的银龙枪猛然挥下，直接将慕容寻的左肩给扫了下来。第六仙救我，断臂之痛，慕容寻可以忍受，但是楚风的杀意，他却无法忍受，感觉自己性命不保。慕容寻赶忙收起自己的傲气，开始大声呼救。见到这一幕，第六仙也是面容大变，尽管他愤怒不已，但却也赶忙停手，不敢再动寸步。你们也都给我住手！见此招有效，楚风将那凌厉的目光扫向了烈火神鸟族的两位护法。见状，两位护法先看了一眼第六仙，经过眼神交流之后，便急速暴退，退出了与水行王和火行王的战圈，化作了人类的模样。秋水姑娘，你没事吧？眼见着激烈的战斗得以缓解，水行王与火行王先是搀扶住半空之上的秋水伏烟，这才落到了楚风所在的战船之上。至于玄霄超等人，也是赶忙来到了楚风身旁。放了我家少岛主，我放你们安然离去。第六仙开口了，这并非他所愿，但眼下却是别无他法，他不能让慕容寻丢掉性命。楚风，我们走。见第六仙竟要放他们离开，玄霄超等人则是大喜，赶忙劝着楚风离开，因为眼下第六仙服用了禁药，战力太过凶猛，莫说秋水伏烟，恐怕水行王、火行王与秋水伏烟三人联手，也未必是他的对手。然而这一刻，楚风却并未急着回答，而是侧过头来看了一眼秋水伏烟，看着秋水伏烟那苍白的脸色，以及染满了鲜红血液的白色长裙，还有脖梗与脸上那惊心动魄的血淋淋伤痕之后，楚风依然没有回答，而是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楚风是要酝酿的劲武计，与第六仙殊死一搏，替秋水伏烟报仇。见状，秋水伏烟赶忙抓住了楚风的手腕，在楚风睁开双眼后，对着楚风摇了摇头，显然他猜到了楚风的意图，不想楚风冒险。看着秋水伏烟眼中竟然有着几分祈求之色，楚风则是瞬间动容了。的确，眼下的第六仙战力太强，他不能确定他的金苍冥斩是否能成功，若是失败，恐怕他们就要惨了。快放了我家少岛主，不然今日就算玉石俱焚，我也要让你们不得好死。眼见着楚风还不放人，第六仙也是急了，玉石俱焚就凭你吗？然而就在这时，一道苍老的声音却突然响起。与此同时，一道苍老的身影也是出现在了楚风等人的身前。这位是一位老者，身高近2米，却瘦弱如麻杆，从他的身上感受不到丝毫气息，就仿佛他并非一个修武者，而是一个寻常百姓一般。但是他往那里一站，却怎么看都感觉不平凡，因为他长得就很吓人，那高高的鼻梁，幽绿的眼睛，就像是一个活脱脱的老妖怪。小孩看到啊，一下子就能哭；成年人看到也能吓得再一个跟头。师尊。然而见到这位老者出现，幽童寒则是顿时大喜，赶忙上前施礼，拜见护法大人。不只是幽童寒，几乎此时此刻在场的所有残夜魔宗之人皆是满面大喜，赶忙半跪在地向其施礼。见状，楚风也是反应过来，显然这位便是幽童寒的师尊，残夜魔宗4大护法之一幽明灯。拜见护法大人。反应过来之后，楚风也不怠慢，屈膝抱拳，对着这位前辈施礼。因为4大护法可是如今残夜魔宗最强之人，他老人家的实力可绝对不是第六仙能够比拟的，有他老人家在，哪怕是第六仙服用再多禁药也是白费。幽明灯。果不其然，当认出幽明灯之后，诛仙群岛的第六仙以及烈火神鸟族的2位护法顿时脸都绿了。幽明灯是何方人物？这可不是他们能够抗衡的存在啊！还好来得不算迟，你们都起来吧。幽明灯回过身来，笑眯眯地看了众人一眼，但是却没有看秋水伏烟，并且也没有看楚风，就如同无视2人一般。对于这个细节，秋水伏烟眉头微皱，但是楚风却并未太过在意，而是随同幽童寒等人一同站起身来。可就在这时，那烈火神鸟族的2位护法却是身形一纵，化作2道流光向远处飞奔而去。他们竟要逃走，还是老实的待一会吧。对于那2位的逃脱，幽明灯却是连头都不回一下，只是意念一动，一层金色的结界便浮现而出，瞬息将烈火神鸟族的2位护法封锁在了其中。那结界实在太厉害了，任凭2人如何攻击，却也无法轰碎，最终只能任由那结界向回漂浮，最终来到了幽明灯的近前。与此同时，又有一道金色结界浮现而出，竟将那并未逃脱的第六仙也是笼罩在了其中，向幽明灯的近前飘了过来。见先前还嚣张无比的第六仙等人，此刻在幽明灯的面前，竟然连逃脱的能力都没有，宛如瓮中之鳖一般。残夜魔宗的众人皆是一脸的解气，而幽童寒更是上前请示道：“师尊，要如何处置他们？全部带回去，有大用。”幽明灯说话之间，意念一动，又有一道金色结界浮现而出，将那在楚风近前的慕容寻也封锁了起来。对于幽明灯的决定，也没有人反驳。先不说此时此刻幽明灯的确最具有话语权，再者说幽明灯的决断也很正确，直接杀了慕容寻等人，也未免太过便宜了一些。除了消磨一下诛仙群岛的战力，没有太大意义。可是留着他们，也许还有用处。尤其是慕容寻，他可是诛仙群岛的少岛主，相信诛仙群岛的所有人都不希望他死，想带他们走，今日恐怕是不行。然而就在这时，一道淡淡的笑声却是突然响起。与此同时，2道身影竟然无声无息地出现，站在了慕容寻所在的结界之上。定目一看，楚风等人皆是神色一变，因为这竟是2名年轻的男子，看他们的样子不过就是20几岁的年轻人，可是他们的修为竟然已是踏入武王境，一位1品武王，一位2品武王。他们不仅实力强横，身上的服饰也很特殊，浑身上下贴满了符纸，且在脖子上还挂着一串长长的珠子。那个打扮很像是一些邪门歪道的僧侣，但从他们那一头长长的黑发来看，又显然不是僧侣。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2位年轻的男子身上有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危险气息，哪怕是楚风和秋水伏烟等人也是不由向后倒退几步，直觉告诉他们要远离这2人。眼下唯有幽明灯还站在远处，他的神情倒没有太多的变化，但却也并未直接对2人出手，而是平静地问道：“你们不是诛仙群岛的人，又何必插手我等与诛仙群岛的恩怨？我们是什么人不用你管，我们也并不想插手你们的恩怨。但是现在我要他们留在这里，你们可以选择现在就离开，也可以选择留下一些东西再走。”那名2品武王的男子淡淡地开口了，他的话语之中没有一丝尊敬的意味，甚至还满是高高在上的意味，丝毫未将幽明灯这位护法大人放在眼中。你他妈见对方竟敢对自己师尊如此无礼！幽童寒顿时大怒，指着对方开口便要辱骂，只不过还不待他将话说完，被幽明灯便对其探出了手掌，示意他不要乱说话。虽然此刻幽童寒很是愤怒，甚至玄霄超等人也皆很愤怒，可是连幽明灯都示意不要乱说话了，他们自然也是不敢再多说什么。其实此时此刻，幽明灯的脸色也是不太好看，但他却也并未多说什么，而是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那2名年轻人，便大袖一挥，一阵劲风掀起之际，便带着楚风等人消失在了此处。在幽明灯人离开后，那名2品武军的男子拳头微微握起，只听3声闷响传来，幽明灯所凝聚的3道结界轻易而易举的便被他轰碎开来。多谢少侠相救，不知少侠尊姓大名？我诛仙群岛日后定有重谢。这一刻，慕容寻也顾不得此刻的伤势，而是赶忙对着这2名年轻人施以大礼，感恩道：“谢。”
你诛仙群岛能拿出什么来谢我们？然而令慕容寻万万想不到的是，对于他的感恩，这2名年轻男子却并未领情，尤其是那位一品武王的男子，在其嘴角竟然掀起了一抹讽刺的笑意。对于对方这样的反应，慕容寻顿时眉头微皱，但却也并未多说什么。吃了它会缓解你那禁药的反噬之痛。就在这时，2品武王的男子将一颗药丸丢给了第6仙。接到药丸，第6仙有些犹豫，因为他发现这颗药丸很怪异，不但没有一点点药香味，反而有着一股刺鼻的腥臭味，就宛如是由人的血液凝聚而成一般，并且在这颗药丸之上刻满细小的符咒，那符咒每一道都很高深，哪怕第6仙是金袍界灵师，却也看不太懂。所以第6仙怕了，他不敢吃。给你吃你就吃，难不成我师兄还会害你不成？要是想害你，随便一巴掌就能拍死你，何必这般麻烦？赶紧吃掉。见第6仙并未服下，反而很是犹豫，那位一品武王的男子开口怒斥道。听得此话，第6仙也是有些恼火。他与对方素不相识，尽管对方是救了他们，可是他也不敢保证对方是敌是友。万一将这个丹药吞服下去，自己被控制，从而使得诛仙群岛遭受危害，那怎么办？可就在这时，那位2品武王的男子却是突然将目光投了过来。当看到那道目光之后，第6仙的心跳急速加快，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惧涌上心头。二话不说，直接将那颗丹药吞了下去。回诛仙群岛吧，我的2位师兄还在那里等你。见第6仙吞服丹药之后，那2品武王的男子才点了点头，不急不缓地向远古传送阵的方向行去。但突然他又止住步伐，侧过头来淡淡的道：记住，以后不要问我们叫什么，若是愿意可以叫我们主人。话罢，男子微微一笑，便继续向前行去。而慕容寻与第6仙则是面面相觑，脸色非常的难看，就连烈火神鸟族的2位护法也是一脸的愕然。但最终他们还是向2名男子的方向跟了过去。与此同时，楚风等人已是在幽冥灯的带领下来到了一处安静的地带。师尊，我不明白，那2个小子明明只是1品武王和2品武王，可您乃是4品武王，杀他们不过是举手投足间的事，为何您要怕他们呢？这一刻，幽童寒满面不解地问道，他的情绪有些激动。放肆！你就这么对你师尊说话？然而对于幽童寒的质问，幽冥灯却是一声厉斥：弟子不敢对师尊不敬，只是弟子想不通，师尊为何要这样放过慕容寻他们？您要知道，他们可是差点要了我等的性命。幽童寒有些怯懦的道：你懂什么？那2个年轻人不是我东方海域的人，我们得罪不起。幽冥灯直截了当的道：不是东方海域的人，那是哪里的人？听得此话，幽童寒一脸的不解。护法大人，难道你是说那2个年轻人是5之圣土的人？水行王反应了过来，试探性的问道：如此年纪便有如此修为，特殊的装扮以及高傲的神态，还有那本不属于他们这个境界的威势，绝对不会是我东方海域的人，多半就是5之圣土的人无疑。幽冥灯点了点头，脸上布满了凝重。而听得他的话，幽童寒等人皆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神色皆是变得异常难看起来。5之圣土，那是一个什么地方？他们非常清楚，那里乃是天才的摇篮，是修武高手的天堂，是所有修武之人都想去的地方，甚至可以说那里是一个传说。据说那里所蕴含的天地能量比东方海域要浓郁数倍，但是同样的，那里的高手也绝非东方海域的人可比。而眼下在东方海域竟然出现了5之圣土的人，并且对方还保护了自己的敌人，这让他们感到极为的不安，一种无形的恐惧已是笼罩了心头。师尊，先不说5之圣土的人怎么会来到咱们这里，他们又怎么会与诛仙群岛的人走在一起？他们为什么要帮诛仙群岛的人？幽童寒很是不解地问道。这就是事情的关键所在。先不说他们是怎么来到此处的，但是他们如今的确来到了此处，并且他们显然与诛仙群岛是有所关系。不管他们与诛仙群岛到底是怎样的关系，但只要他们帮着诛仙群岛的话，恐怕我残夜魔宗与他诛仙群岛的这场仗便不能再打了。幽冥灯道。听得此话，所有人都沉默了，因为他们清楚幽冥灯的意思。前辈，按照你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投降吗？你觉得投降之后，诛仙群岛就会放过我们吗？终于，楚风开口了。而听得楚风的话后，幽冥灯的脸色则是顿时变得难看起来。当其看向楚风之际，目光也是有些冰冷，以一种异常严厉的语气道：楚风，我救你一命，以示你的造化。我们残夜魔宗讨论事情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外人，可否不要多嘴？什么外人？你说谁是外人？你是说我楚风是外人吗？听得此话，楚风的脸色也是唰的一下变得难看起来，眼中涌现出了些许怒意，因为他为了救残夜魔宗的人，大老远的从缥缈仙峰赶过来，在残夜魔宗的人陷入绝地之际，不顾性命之危出手解围，甚至还将与此事毫不相关的秋水伏烟拖下水，使得秋水伏烟身负重伤，险些丧命。可是到头来，身为残夜魔宗地位最高、最有话语权的护法之一，竟然说自己是外人，这让楚风如何能不气愤？师尊，您说什么呢？楚风哪里是外人？他是我残夜魔宗的弟兄啊！何况他今日是为了救我们才站出来的，若不是他及时出现，也许我们早就性命不保了。你怎么能这么说他？而这一刻，幽童寒也是站出来向幽冥灯解释，可是谁曾想幽童寒话还没说完，幽冥灯便是大手一挥，一记响亮的耳光便落在了幽童寒的脸上。一记耳光之下，幽童寒直接被扇出数米开外，沿途飞掠，更是直接撞倒了几棵1米粗的大树。由此可见，幽冥灯的这一巴掌是有多用力。不孝的东西，你难道是在怀疑你师尊说的话吗？将幽童寒扇飞之后，幽冥灯极为愤怒地吼道。至于幽童寒则是赶紧站起身来，揉搓了一下自己那涨红的脸颊，犹豫再三，并没有再说什么。
护法大人，可是哪怕如此，水行王还是站了出来，想要替楚风辩解。都给我住口！但是幽冥灯却没有给他们继续说话的机会，并且在他暴喝一声之后，更是将自己那4品武王的气息散发而出。这股威势实在太强大了。尽管幽冥灯已是有所收敛，但是还是让在场之人有股已然窒息，并且随时都会粉身碎骨的感觉。在这种威严之下，哪里还有人敢多嘴？所有人都不再说话，哪怕水行王与火行王也是如此。而这一刻，幽冥灯则是再度将目光投向了楚风，冷冷的道：“你问我说的是谁？那么现在你给我听好了，我说的就是你，你就是一个外人。”你放屁！对于幽冥灯的这番话，楚风则是顿时大怒，也不管对方是不是前辈，直接开口咒骂。可是谁曾想，那幽冥灯竟突然抓住楚风的肩膀，胳膊一甩，便将楚风按倒在地上，随后大手一抓，竟将楚风的衣袍抓碎，露出了楚风那结实的后背。起初，对于幽冥灯此举，人们还感到不解，但当幽冥灯指着楚风的后背说出下一句话的时候，他们便明白幽冥灯为何这么说了。你身后都没有我残夜魔宗的黑色残月标志，凭什么说是我残夜魔宗的人？幽冥灯大声质问道：“师尊，楚风无法刻画黑色残月标志是有原因的。”见状，幽童寒赶忙解释：“闭嘴！楚行王对我说过楚风之事，但是不管因为什么，只要无法刻画黑色残月，就不能算作我残夜魔宗的成员。”幽冥灯显得特别绝情，指着楚风道：“楚风，你知道我残夜魔宗这么多秘密，身上还掌握着王兵与秘籍，我不杀你已是恩慈，希望你好自为之。若再敢居心不轨，下次见面我就绝对不会这么客气。”话罢，他手掌一探，一股吸力暴涌而出，便将楚风要将的令牌吸入手中。那是土行王给予楚风的身份令牌。将令牌收起后，幽冥灯又看向众人，以极为严厉的语气呵斥道：“从今日开始，你们都与这楚风划清界限，给我听好了，他并非我残夜魔宗之人，不许再与他有任何瓜葛。”这一刻，玄霄超等人满面的为难，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了楚风，似是想说什么，但却最终没有说出来。而就在这时，那幽冥灯则是大袖一挥，只见一阵劲风掀起之际，他已是带着玄霄超等人消失不见。楚风，你没事吧？在幽冥灯等人离开后，秋水伏烟将那趴在地上的楚风搀扶了起来。楚风起身后，先是看了一眼那浑身是伤的血迹，内心的愧疚顿时溢冲而出，说道：“秋水前辈，真是对不起，为了帮我，害得你被伤成这样。”楚风很是愧疚的道：“这点小伤不算什么，不过是皮外伤而已。”对于楚风那愧疚的目光，秋水伏烟嫣然一笑，强壮做一副什么事情都没有的模样，随后又对楚风说道：“不过楚风，这一次你总算知道残夜魔宗的嘴脸了吧？不只是幽冥灯这样，哪怕是血喜月和傅连生也同样如此。不管残夜魔宗的其他人怎么看好你，但只要这3个人不看好你，你在残夜魔宗将永无立足之地。不过你也不用伤心，因为残夜魔宗本来就是如此，他们要是内部团结，也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其实幽冥灯说的也很对，他不杀你真的是恩赐，因为以他那种性格的人来说，能够克制住你手中王兵的诱惑，这可真是一件不敢想象的事情。也许他也念着你为残夜魔宗所做过的事吧，但是你太优秀了，优秀到威胁到了他在残夜魔宗的地位，他不会让你崛起的，至少不会让你在残夜魔宗崛起，那样会干涉他坐上魔宗之主的位置。而听得秋水伏烟的这一番话后，楚风则是沉默不语了，他又何尝不明白秋水伏烟的意思？事实上，早在今日一幕发生之前，楚风就预想过可能会有这样一天，因为从一开始，秋残风就暗示过楚风要提防幽冥灯与血喜月3大护法之中，唯有傅连生可以信任。但是时至今日，楚风为残夜魔宗也做了一些事情，尤其是今日这次，更是千里迢迢，貌似相救，但最终却落得这个下场。说不难受，说不气愤，那绝对是假的。可是哪怕如此，楚风也不能切断与残夜魔宗的关系，不因别的，只因为他还要救秋残风。为了秋残风，他只能忍，唯有见到傅连生，将秋残风解救出来后，楚风才能安心的脱离残夜魔宗，去做自己想做的事。算了，别多想了。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你就当这是一个教训吧。眼下此处并不安全，我们还是尽快回缥缈先锋为好。秋水伏烟开口劝道，但是随后又喃喃自语道：“好端端的，怎么会出现2位来自5支圣土的家伙？总感觉他们是有所意图，希望不要牵连到我们就好。”听得秋水伏烟的话后，楚风则是不由得想起了那名叫做淡台雪的女子，忽然觉得那么强大却又默默无闻的女子，很可能也并非是东方海域之人，多半也是来自5支圣土才对。但是楚风却也并未太过担心，反而在其嘴角掀起一抹淡淡的笑意。虽说5支圣土之人的到来很可能会在东方海域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但是既然5支圣土能够抵达东方海域，那么也就说明东方海域是可以抵达5支圣土的。这究竟是福是祸，还是个未知数？就此，楚风随着秋水伏烟返回了缥缈先锋。为了以防意外，他们还特意绕了一些路程，避免再遇到诛仙群岛的人。好在最终没有再出现差池，楚风与秋水伏烟安然地抵达了缥缈先锋。回到缥缈先锋之时，缥缈仙姑还在闭关炼药，而秋水伏烟也因此战斗有了新的领悟。他准备在缥缈先锋闭关修炼，冲击2品武王境界。这已经不是秋水伏烟第一次冲击这个境界了，在此之前他已经足足冲击了16次，但是皆未成功。不过这一次，据他说已经领悟到了很多，多半可以成功。至于楚风，也没有再离开缥缈先锋，因为现在外面太乱，竟然连5支圣土的人都出现了，并且似乎还是与诛仙群岛一伙的。眼下唯有缥缈先锋是能保证他们安全的地方。
与此同时，楚风一直在深思一个问题：如今幽冥灯已经下令叫残夜魔宗的人与自己划清关系，这该怎么去找傅连生，成了一个大难题。并且事到如今，见识过这么多尔虞我诈的楚风，也不敢保证那傅连生是否就真的值得信任。这样下去，救邱残风的希望太过渺茫，不仅会使得自己越来越危险，恐怕自己的亲人也会受到牵连。楚风哥哥这一日，楚风仍在思索这个问题，紫菱那甜美而温柔的声音却突然在门外响起：“你们都来了。”开门一看，楚风灿烂一笑，因为眼前的可不只是紫菱自己，连苏柔、苏美、张天翼和江无伤也都来了。这几位可是如今楚风最亲近也是最在意的几人。而进入楚风的住所之后，紫菱等人并未急着入座，而是彼此互看了一番，并且从他们那挤眉弄眼的模样中，楚风可以看出似乎是在彼此逼迫对方要做什么。见到这一幕，楚风不由微微一笑道：“你们是有什么事对我说吗？”“对啊，楚风大哥，紫菱有话想对你说。”见状，江无伤赶忙笑嘻嘻的道：“没错没错，紫菱妹妹有事要和你商量。”与此同时，张天翼也是笑眯眯的道：“你们！”对于二人如此无耻的行为，紫菱气的小嘴一撇，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苏柔和苏美。可谁曾想，苏柔和苏美只是站在原地咯咯直笑，却也不为紫菱说话。显然这俩丫头也很想紫菱当这个出头鸟。紫菱，你们有什么事情就直说吧，和我还有什么顾忌的吗？楚风多么聪明，一眼就看出来是他们几个是有事情想与自己相商，并且还是难以启齿的事情才对。楚风哥哥，你知不知道，再过几个月，通往五之圣土的天路就要开启了？见楚风都这么说了，紫菱也不再犹豫，而是直接开口说道：“天路居然要开启了，我还真不知道。”听得此话，楚风颇感意外。自从来到东方海域，他便以解救紫菱和邱残风为重心，还真没太关心过天路的事情。天路每年都会开启，但是如今我们在东方海域已经没有待下去的必要了。其实我们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让你与我们一起进入天路。紫菱再度说道：“进入天路？你们准备今年就去五之圣土吗？”楚风为之一愣，他的确以五之圣土为目标，并且天路被他认定为必经之路，因为他觉得那里面很可能隐藏着他的身世之谜。但是楚风却没有想过这么快便踏入天路，因为他还有一件事没有解决，那就是没有救出邱残风。楚风大哥，我们之前不是一起说好要去五之圣土的吗？如今已经是时候了。见楚风有些迟疑，江无伤也是说道：“楚风师弟，如今留在东方海域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与其在这危机四伏的地方提心吊胆的生存，还不如去五之圣土见见世面。”张天翼也是说道：“楚风大哥，你与秋水前辈不是说已经见过那来自五之圣土的人了吗？虽然我们未能亲眼所见，但是听你们形容，也能得知五之圣土的人真的远非东方海域的人可比。同样是年轻一辈，我们还停留在天武境，可人家已是一位武王强者。可想而知，五之圣土才是真正孕育天才的地方，我们不应该再坐井观天，是时候去那里闯一闯了。”江无伤也是一脸的向往，你们应该清楚我为何要回到东方海域。楚风满脸的为难，我们当然清楚，只是楚风师弟，那残夜魔宗如今对你不仁不义，你真的没必要再为他们卖面，他们是死是活，你就不要管了吧。张天翼劝道：“我知道我楚风哥哥是一个很明事理之人，残夜魔宗这么对他，他心里也应该很是愤怒才对，但是他不愿离开，一定是有难言之隐。楚风哥哥，我说的对吗？”就在这时，紫菱再度开口了。对于紫菱这番话，楚风欣慰的点了点头道：“残夜魔宗这般对我的确无需再管他们，只是我拜残夜魔宗的四大护法邱残风为师，答应过他要将他救出来的。如今我可以与残夜魔宗一刀两断，但是我不能放任我之师尊邱残风不管啊。这样说来，是不是只要将邱残风救出来，你就可以与残夜魔宗一刀两断了呢？”而楚风此话一出，一道淡淡的笑意突然在门外响起，向外一望，楚风顿时一愣：“秋水前辈，您……”短暂的发愣之后，楚风突然面容转喜，施礼恭贺道：“恭喜秋水前辈，因为此时此刻正在向宫殿内行来的不是外人，乃是秋水福烟。不过此刻的秋水福烟不仅面色红润，满面笑意，就连气息也是浑厚了数倍不止。他已经突破了，成功的突破到了二品武王的境界。恭喜秋水前辈成功突破！”与此同时，紫菱等人也是赶忙施礼恭贺。虽然他们的感应力不如楚风这么敏感，但是从楚风的举动，他们也能看出秋水福烟此次已然成功突破。这么多次，也该成功了，不然我就辜负了焚天圣教的圣女之名。秋水福烟嫣然一笑，甚是动人，可以看出成功突破，他也很是高兴。不过楚风，刚才你们的对话我已经听到了，其实邱残风的事情你应该早点告诉我的。难道以我们的关系，我会不帮你吗？你根本没必要这么费力的去找那副连胜，我就可以帮你解救邱残风前辈。因为哪怕抛开你不谈，我与邱残风前辈也是有着一些交情的。他如今有难，我不会袖手旁观。秋水福烟说道。听得此话，楚风则是目光一闪，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紫菱。先前紫菱他们交谈之时，虽然提过邱残风，但是他可没有说过要找傅连生去解救邱残风这件事情的始末。楚风只与紫菱一个人详细的说起过，而如今秋水福烟显然已经知道了事情的全部，这绝对不是刚刚秋水福烟无意间听到，而是事先就知道了。这让楚风一下就猜到了经过。很明显，紫菱已与秋水福烟事先通过气，今日先后到此并非巧合，他们是早有预谋，来一起说服楚风的。楚风哥哥，你不要怪我，我只是不想你继续去冒险。何况秋水前辈对我们这么好，我们也不应该隐瞒他。见楚风识破自己的小伎俩，紫菱赶忙老实交代：“楚风，这件事是我主动问紫菱的，你可不要埋怨他。倒是你，真的不应该瞒着我。”
不就是解救秋残风吗？与其你这样冒险，去与残夜魔宗的人打成一片，以此来接近傅连生，直接找我帮忙不就好了？难道你还信不过我不成？秋水福烟也是开口说道。秋水前辈，并非晚辈信不过你，只是您对我的帮助实在太多了，我真是不想再麻烦你。何况这件事真的有些复杂。首先，我师尊秋残风指名道姓，叫傅连生去救他，除他之外，不可告诉任何人。说到底，这是残夜魔宗内部的事，本不应该叫外人插手，我也应该听他的才对。其次，我师尊被困的地方乃是一座地藏，那里的凶险，我是曾亲身体会过的。实不相瞒，哪怕皇甫前辈那么厉害，在地藏之中也曾受到过刺激，所以我真不想前辈您为了帮我而去冒生命危险。楚风满脸歉意地说道：“再凶险又能如何？就算我不能解救秋残风，但是缥缈仙姑总可以吧？难道缥缈仙姑还不如那傅连生吗？”秋水福烟有些不悦地说道：“秋水前辈，您的意思是？”听得此话，楚风内心激动无比，他已经听出了秋水福烟的话中之意。等缥缈仙姑出关，我会与他说此事。不就是解救秋残风吗？这对缥缈仙姑来说，完全就是轻而易举的小事，你大可不必这盘费周折，再去与残夜魔宗套近乎。秋水福烟道：“秋水前辈，这要我如何感谢您才好？”在秋水福烟说出这句话后，楚风内心当真是激动到了极点。其实他又何尝不希望能够让缥缈仙姑去解救秋残风？但是缥缈仙姑性格怪异，尽管帮过楚风很多，但是却总像隔着什么，让楚风从心里就与缥缈仙姑有着一定的距离，不如秋水福烟这么亲近。何况秋残风是残夜魔宗的人，天知道缥缈仙姑会不会去救秋残风。不过楚风也能够看出，秋水福烟与缥缈仙姑的关系似乎很不一般，至少二人的关系很亲近，并且彼此有着一定的了解。虽然二人年龄相差悬殊，并且一个给人的感觉老谋深算，另一个给人的感觉热情随和，他们本不是一路人，但是他们的确是故友。虽然这很微妙，但楚风能够看出他们两个的关系真的很好。既然秋水福烟都这么说了，那么缥缈仙姑多半是会出手帮忙的。换做之前让缥缈仙姑出手，也许不是上上之举，但是时至今日，绝对是最好的办法。而只要能够解救出秋残风，那么残夜魔宗的事情，相信秋残风自己定会有所定夺。楚风根本没必要再去趟这浑水。至于诛仙群岛这个共同的敌人，实际上当楚风将紫菱解救出来后，楚风就可以不再理会诛仙群岛。先不说楚风暴揍过慕容寻，还抢走了他的王兵，就连他的未婚妻和亲妹妹都睡过了，可是慕容寻却没碰过紫菱半个手指头，甚至连面都没见过。所以说到底，楚风没有在诛仙群岛的手上吃过什么亏，反而是诛仙群岛的人在他手上吃过大亏。楚风已经没必要冒着巨大的风险再与诛仙群岛纠缠下去，与其继续在东方海域冒险，还不如直接与紫菱等人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楚风，虽说天路之中危险重重，但你的身世之谜多半藏在其中，我觉得你一定是要进入天路的。而关于天路的凶险，我也对紫菱他们说过，不过他们却执意与你一同进天路。能这样的爱人和兄弟愿意陪你，我觉得你也就不要辜负了他们的好意。等缥缈仙姑炼制好丹药，化解了紫菱体内的恶天丹，我会与她说解救秋残风的事，然后我再去寻找皇甫皓月，将他找到后替其治好伤势，恢复神智。那个时候也就能够打探出天路内的一些情况。若是一切能够赶在天路开启之前解决，那你们也无需继续等下去，干脆今年就进入天路吧。秋水福烟笑着说道：“那就有劳秋水前辈了。”这一刻，楚风真是感激的不得了，因为秋水福烟可谓已经替他们筹划好了后路。多谢秋水前辈。与此同时，紫菱等人也是一同向秋水前辈道谢。不要开口闭口前辈前辈的，我又没比你们大上多少，若不嫌弃，就直接叫姐姐吧。秋水福烟笑眯眯的道。而此刻心情大好，感激不已的楚风等人想都不想，便异口同声道：“姐姐。”只不过就在众人其乐融融之际，楚风那已然关闭的店门却突然被人一脚踹开，力道之大，竟直接踹成了粉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楚风等人皆是一惊，只不过定目一望，他们则是再度大惊，因为那来者竟是熟人，乃是春武和夏雨。此刻他们二人满面惊慌，甚至可以说楚风从未看到他们如此惊慌过。见到秋水福烟后，如同看到了救星一般，一同说道：“秋水前辈，大事不好了，发生了什么？莫非是缥缈仙姑炼丹出错了？”见二人如此惊慌，秋水福烟开口的问道：“不，师尊没事，但是现在的情况似乎更加糟糕。”夏雨说道：“究竟怎么了？你们详细说来。”秋水福烟追问道：“秋水前辈，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您还是随我们来吧。”春武直接转身去向山峰之下跑去。见状，秋水福烟紧随其后，至于楚风等人也是一同跟了过去。春武带路之下，众人来到了缥缈仙峰最中心的山峰之上。这座山峰之上有着一座浩大的宫殿。此刻在宫殿之外，楚风发现秋竹、冬雪还有颜如玉都在。不只是他们这些，在缥缈仙峰之上身份高贵的人都在。可以说缥缈仙峰上的所有高手全部聚集于此，皆是整整齐齐地站在那里，一副严阵以待的模样。此刻秋水福烟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并未停留，而是直接踏入了宫殿之内。至于楚风等人也是跟随了进去。进入宫殿，楚风顿时眼前一亮，因为这里面有着一座极为玄妙的大阵。准确来说，这是一座特殊的阵眼，而在这阵眼之外盘坐着38名年迈的老者，这些老者皆是白发如雪，满面皱纹，从外表来看就知道他们至少活了100年有余，而他们的修为也皆是不弱，竟全部都是5军巅峰，只差一步便能踏入武王境的高手。这些老者楚风从来没见过，
可以看出他们一直守护着这座阵眼，未曾离开过此处半步，而向阵眼观望。楚风发现这阵眼真的非常玄妙，从阵眼之中，楚风能够看出这座阵法有多强大，甚至仔细观察之后，楚风竟从这阵眼之中分辨出一张图，那竟是一张地图。这个地图的内容，寻常人根本看不明白，但是楚风却能够看得懂。他能够从那地图之中看到，有着数个坐标：缥缈先锋、远古传送阵。可以说，缥缈先锋境内所有事物都在这地图内标记得一清二楚，甚至在海底游动的海兽，在天空飞过的鸟，都会清晰地显示在这阵眼之中。这座阵眼不仅会显示缥缈先锋境内的所有生命体，连缥缈先锋外的生命体也会显示，并且根据实力的强弱，会有颜色的区分。而此时此刻，在缥缈先锋的四面八方，竟出现了数不胜数的生命体，它们宛如成群结队的蚂蚁大军一般，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向缥缈先锋掠来，并且从那深红色的颜色之中，楚风能够分辨出，在这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的大军之中，竟有着很多位武王境的强者。张开大阵，突然，秋水拂烟暴喝一声，而他此话一出，那38名老者齐刷刷地睁开了双眼，双手急速变化，不断打出奇特的手印，最终定型于封印之上。只听一声轻喝，那阵眼便开始变化。而这一刻，楚风等人只感觉脚下微微一颤，目光向外看去，发现数层磅礴的结界正自天空浮现涌动，这是要将整个缥缈先锋都封锁在其中，乃是一种守护大阵。秋水前辈，怎么办？似乎是有大队人马来犯我缥缈先锋了。眼见守护大阵张开，春武等人才算松了一口气，但是脸上的惊恐之色却并未因此减少，还不能确定是敌是友，我先去通知一下李师尊。秋水拂烟说话之间便要离去。西北方向有大军侵入境内，东北方向有大军侵入境内，西南方向有大军侵入境内，东南方向有大军侵入境内。然而还不待秋水拂烟走出殿内，那围绕在阵眼前的38位老者便开始一一开口。回头观望，秋水拂烟顿时面容大变，因为从那阵眼中的地图能够看见密密麻麻的身影已自四面八方进入了缥缈先锋的境内，正在向缥缈先锋靠近。见到这一幕，秋水拂烟也不再迟疑，身形一纵，便消失在了原地。你们待在此处，不要乱走。而这一刻，楚风则是对紫菱等人说了一声后，便离开了这座山峰，向缥缈先锋的入口处飞奔而去。只不过已经意识到大事不妙的紫菱等人，并没有听从楚风的话，而是跟随楚风一同向入口处奔跑了过去。而当来到入口处之后，张天翼、江无伤等人顿时就被惊呆了，因为此时此刻，在缥缈先锋的数里之外，密密麻麻的身影已是成包围状，将整个缥缈先锋封锁。人数之多，起码有数千万。最主要的是，这数千万人马之中，最弱的都是天武巅峰，其余的便都是五军境。五军巅峰的强者简直数不胜数，甚至武王境的强者也有数名。其中人数最多的之人，身穿统一服饰，所有人都认得他们是何方神圣。他们正是诛仙群岛的人，而除了诛仙群岛的人马外，还有很多来自其他势力的人，显然都是与诛仙群岛联盟的势力。甚至除了人类之外，还有很多妖兽，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便是盘旋于天际满身烈焰的巨鸟，那乃是3大妖族之一的烈焰神鸟族。除了烈焰神鸟族外，还有一个个身体宛如石头打造而成的怪物，他们看不清五官，只能看到血红的双眼，最小的也有10几米高，最高的甚至有几十米高。他们站在天际，就宛如一座座拔空而起的山峰，坚不可摧，威慑世人。不用想，这便是3大妖族中的另外一个强大的妖族——磐石异兽族。快看，谁里面也有东西！突然，苏梅指着那滚滚翻腾的海浪惊呼道，而顺目望去，在那滚滚翻腾的海浪之中，果然有着一道道怪异的躯体在涌动着。那些家伙似鱼似兽，满身血红色的鳞片，别看长得丑陋，但气息却异常强大。甚至本活跃在这方海域的妖兽，在看到他们后，都不断发出呜呜之音，连忙退避。由此便可以看出这些血色怪鱼的可怕。而他们自然不是普通的海兽，乃是名震东方海域的3大妖族之一——血灵妖鱼族。今日不仅诛仙群岛拜访，竟然就连3大妖族也一同到场。不只是诛仙群岛，竟然连3大妖族的人也全都来了。莫非3大妖族已经全部与诛仙群岛结盟？看着那天上海中的身影，冬雪很是吃惊，甚至此刻他那娇小的身躯已是难以自控的微微颤抖，可以看得出来他有多么的害怕。这还用问吗？3大妖族向来低调，并且从不参与人类之间的争斗，他们今日调动这么多妖族高手来此，已经可以说是倾巢而出。不用多想，他们肯定已与诛仙群岛结盟。看来这一次对方当真是来者不善。夏雨虽没有像冬雪那般，可也是柳眉紧皱，眼中充满不安。是你？他们一定是来抓你的，你快出去，不要牵连我们。听得此话，冬雪更是害怕，直接将矛头指向了楚风，厉声呵斥起来：冬雪师姐，现在可不是内讧的时候，何况师尊就在先锋之上，哪怕他们人数众多，咱们也未必就怕了他们，你不要这么紧张。见状，秋竹开口劝道：秋竹师姐说的没错，到底怎么做，师尊自由定夺，用得着你多嘴吗？春武也是冷哼呵斥道。对于春武此话，冬雪很是气愤，但是眼下他的胆怯可远远大于气愤，所以也并未与春武狡辩，而是不断的回头观望，期待着缥缈仙姑快点出场。因为此刻外面的大军太强了，不仅人数众多，且皆是修武高手，足足数千万修武高手，密密麻麻的遮天蔽日，着实太恐怖了。哪怕在此之人，
皆是见过一些大世面，可却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说不害怕，那绝对是假的。诛仙群岛那可是如今东方海域公认的第一势力。至于三大妖族，他们虽然低调，很少与人类来往，一直守着自己的领地，说是与世隔绝也不为过。可是他们的实力却也是毋庸置疑的。如今诛仙群岛联合三大妖族一同到来，谁人能挡？哪怕是他缥缈先锋的守护大阵在坚固，缥缈先锋实力再强横，可是众人也是心中没底。别看有些人嘴上说的轻松，但是几乎所有人内心都在打鼓，惊恐与不安是所有人内心徘徊的情绪。而对于东雪等人的针对，楚风并未理会，因为他根本没有功夫理会。楚风在仔仔细细地观察着此刻驾临着缥缈先锋的大军究竟有着怎样的战力。诛仙群岛共有5位武王，其中1位是第6仙。楚风对他再熟悉不过，此刻他好端端地站在此处，说明当日他服下数颗禁药并没有大碍，至少眼前他的伤势已经痊愈才对。还有1位与第6仙一样，也是一品武王，这位楚风没有见过，但是从气息的强弱上，楚风觉得他很可能就是诛仙群岛的第7仙。想当初在罪恶峡谷，春武得到情报，诛仙群岛派来了3位武王，其中便有着第7仙。可是不知为何，当日第7仙并未出现，所以这才导致战局得以拖延。最终楚风激活大阵，使得残夜魔宗获胜。而今日倒总算见到了这7仙的尊容了。此刻分别在第6仙与第7仙的两侧，还有着2名身着诛仙群岛长袍的老者，他们的年岁皆已很大，但是修为可不是1品武王。这2位皆是2品武王，虽是2品武王，但他们的气息可比当初在焚天圣教旧址与淡台雪交手的第3仙弱了些，所以楚风推断他们2位应该是诛仙群岛的第4仙和第5仙，诛仙群岛的9仙。如今只剩下了7位，而今日出场的便有4位。为何说4位？因为诛仙群岛剩下的那位武王强者显然不是9仙之一。这位老者也是一头白发，但是他的脸上却没有一丝皱纹，长得特别精神。而他所穿的服饰也是与众不同，虽然有些不同，但是在其衣服上却也刻画着诛仙群岛的标志，尤其是他头上的发冠与王冠大同小异，上面同样刻画着诛仙群岛的标志。最主要的是，这位老者的气息非常之强，甚至比幽冥灯还要强。因为他眼下并未隐藏气息的缘故，所以楚风能够分辨得出这位的实力远在那4仙之上，乃是5品武王。如此强大的实力，以及那特殊而高贵的服饰、霸气的王冠，还有诛仙群岛众人那毕恭毕敬的态度，不用多想，楚风也知道此人是谁。想必他便是慕容寻的父亲，诛仙群岛的岛主慕容聂空。除了诛仙群岛的人外，3大妖族的高手也来了不少。烈焰神鸟族的2位护法来了，除了这2位护法外，还有3位武王，其中2位2品武王，最后1位乃是4品武王。他身穿金色羽衣的，气势不凡，大有与慕容聂空平起平坐的架势。想必他多半就是烈焰神鸟族的族长。至于那磐石异兽族以及血灵妖鱼族，竟比烈焰神鸟族和诛仙群岛派来的武王强者还多，分别派出了6名武王强者，并且其中有2位也是4品武王。而那特殊而高贵的装扮有别于其他族人，可以看出这2大妖族的族长也是来到了诛仙群岛。3大妖族最强者的人物纷纷到场，这个阵容已是非常恐怖。但是楚风却注意到，此刻在那大军之中还有一道身影，甚至这道身影让楚风更加感到不安。这是一名年轻的男子，此刻就站中位武王强者的身后，在慕容寻的旁边。他的位置并不引人瞩目，但是这位从未谋面的男子却将诛仙群岛堂堂的少岛主比得一无是处。这名男子的年龄肯定不到30岁，比慕容寻还要年轻，并且他不仅身材高大，面容也是较为俊朗，尤其是那道剑眉，英气十足，比慕容寻要英俊得多。最主要的是，这名男子的气息虽然隐秘，可楚风还是发现他竟然是一位4品武王，并且气息之浑厚，比3大妖族的族长还要强。如此年纪，拥有如此修为，当真是不敢想象。想不到连他们的人也来了。既然如此，那么今日他们大军到此，就绝对不只是为我而来。他们图谋的应该是这缥缈先锋才对。楚风眉头紧皱，忽然感觉事情没有想的那么简单。因为那名年轻的男子太可怕了，他不仅实力强悍，且他的装束更让人不安。他满身的符纸，脖梗上还挂着一条长长的珠子，这个打扮与当日解救慕容寻的2名年轻人一模一样。但是这位的实力却要远在那2位之上。若是说那2位是来自5之圣土的人的话，那么这一位肯定也是来自5之圣土。如果说这一切只是东方海域的争斗也就罢了，竟然连5之圣土的人都插手了，那可就真的有些不妙了。楚风，你果然在这里。就在这时，那慕容寻竟然发现了楚风等人，此刻的他就如同吃了耗子屎的猫一般，顿时就抓狂了。那个凶狠的模样，恨不得吃掉楚风的肉，喝掉楚风的血。原来这个毛头小子就是楚风啊，还真是闻名不如一见。这些时日，你在东方海域可真是干出不少惊天动地的大事。我本来还以为你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年轻人，搞了半天就只是一个躲在缥缈先锋之中的孬种啊！这一刻，那位烈火神鸟族的族长也是冷声嘲笑起来。楚风，我想你今日应该知道我们为何而来。若是个男人，现在就出来吧，我可以劝慕容岛主给你留一具全尸。与此同时，那位磐石异兽族的族长也是开口了，他的声音宛如雷鸣一般，使得这方天地都是隆隆作响。磐石族长，你实在太高看了这楚风。依我看，这小子看见我们这么多人，早就被吓破了胆。他能站在那里，而没有双腿发软的瘫坐在地上，就已是奇迹。让他出来送死，
嘿嘿，那根本就不可能。血灵妖鱼族的族长一脸讽刺地怪笑道：“楚风，我乃诛仙群岛岛主慕容聂空，只要你主动交出我的王兵银龙枪，再向我跪地求饶，你对我诛仙群岛做出的种种恶行，我可以只算在你一个人的头上，不伤及你的这群朋友。缥缈仙锋收留你的事，我也既往不咎。”终于，诛仙群岛的岛主慕容聂空开口了，但是他的态度却非常恶劣，意思就是楚风今日的命他非娶不可，并且还要楚风跪地求饶，他才会放过楚风的朋友，否则就要全部抹杀。慕容聂空，你的口气未免也太大了些！你以为这里是哪里？这里可不是你诛仙群岛，这里乃是缥缈仙锋。你以为这里是你能够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吗？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对于慕容聂空这位大人物的这番话，春武却是冷声呵斥起来。这一刻，缥缈仙锋的人皆是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被吓得不轻，尤其是夏雨与冬雪，赶忙暗中传音，示意春武不要乱说话。这是哪里来的没家教的丫头，竟敢这么对本岛主说话？难道你不知道我是谁吗？果然，当中被反驳，慕容聂空的眼中闪现出一抹不悦。我乃缥缈仙姑的弟子春武，不管你是谁，敢来我缥缈仙锋捣乱，我都不会客气。春武非常的硬气，尽管知道对方实力吊的，可是在气势上却也并未输下阵来。其实说这些话的时候，春武也是惧怕不已。他此刻这副临危不惧的模样，完全是硬装出来的。因为面对这样的阵势，说不怕那纯粹是扯淡。但是在惧怕对方的情况下，却还敢这样出言顶撞对方，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事。从此可以看出，同为缥缈仙姑的弟子，春武的确要比夏雨、秋竹和冬雪强，至少胆识上要胜过他们三个。原来是缥缈仙姑的弟子，难怪会这么嚣张。不过你毕竟年龄尚小，且也没见过世面，看在缥缈仙姑的份上，我倒是可以不怪罪于你。不过那楚风乃是一个手上沾满无数鲜血，身上背负无数罪孽之人，他这种人在你缥缈仙锋只会脏了缥缈仙锋这片净土。你们速速将他放出来，我倒是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得知春武身份，那堂堂诛仙群岛的岛主竟然收起怒容，反而是微微一笑。他这是故意为之，有意将缥缈仙姑抬出来，然后主动退出一步，这是在给缥缈仙姑一个面子。但是这话中的另一个含义也很明显，他已经给缥缈仙姑面子了。若是缥缈仙姑回他面子，就应该将楚风叫出来；若是没有，那也就等于缥缈仙姑驳了他的面子。既然对方给脸不要，那么今日之事他们也将不会善了。所以这一刻，缥缈仙锋内的人们都明白了慕容聂空的意思，一个个的不由自主的皆是将目光投向了楚风。除了与楚风关系极为亲密之人外，如夏雨、冬雪以及缥缈仙锋的一些守护者，眼中皆是涌现出了一种期望，那就是想将楚风推出去。他们可不想因为楚风这样一个外人而使得他们一同陪葬。我们若是不交呢？然而就在这时，春武却是毅然的开口了，并且他的话语之中蕴含着一个意思，那就是楚风他们绝对不会交出去。若是不放，那老夫并不介意。踏平你这缥缈仙锋！慕容聂风笑眯眯的道：“真是笑话！你以为我缥缈仙锋是何地？也是你们这群乌合之众想踏平就能踏平的。”春武讽刺道：“乌合之众？哼，那我可真要让你这个无知的丫头知道我们是不是乌合之众了。”这一刻，慕容聂空的嘴角掀起了一抹怪异的微笑，之后他缓缓举起手臂，旋即又猛然落下，暴喝一声：“踏平缥缈仙锋！”而他此话一出，顿时使得数千万大军情绪高昂，激动无比，竟然一同举臂高呼道：“踏平缥缈仙锋！踏平缥缈仙锋！踏平缥缈仙锋！”数千万名修武高手的齐呼，那声音简直比雷鸣还要刺耳，使得这方天地阵阵颤动，宛如将要塌陷一般。数千万人的呐喊之音远胜过雷霆的轰鸣，在这股威势之下，连虚空都难以承受这种声音的穿透力，在不断的颤抖着。千万大军一个个情绪高昂，宛如他们内心那渴望战斗的烈火已经被彻底点燃，随时准备发动一场可以践踏一切的战争。而相比于他们那无可匹敌的气势，缥缈仙锋内的众人可就是眉头紧皱，异常的不安，甚至很多人都在不由自主地向后倒退，眼中充满了恐惧，因为他们能够从这声声呐喊中感受到对方那全力一战的决心。对方此次真的是有备而来，所以他们都被吓坏了，深知他们开始怀疑，万一这数千万大军真的向他们进攻，他缥缈仙锋这座守护大阵是否真的能够抵挡得住对方的进攻？万一这些强者一同出手，哪怕缥缈仙姑再强，又是否真的能够抵挡？若是守护大阵无法守护他们，若是缥缈仙姑也是不敌对方，那么他们岂不是皆要大难临头？踏平我缥缈仙锋，你们也配？不过就在这时，一道充满威压的声音却突然响起。当这个声音响起之际，诛仙群岛之外的本是抖动的虚空，竟然开始剧烈的晃动，甚至浮现了道道裂痕，宛如将要碎裂瓦解一般。与此同时，那下方的海域也是彻底沸腾，滔天巨浪滚滚翻腾，简直快要冲上云霄。这翻江倒海，足以颠倒乾坤的波动，伴随着那声厉鹤浮现而出，在缥缈仙锋之外四下涌动。一时之间，那屹立在天际之上的大军都难以抵挡这种剧烈的摇晃，一个个被冲击得人仰马翻，甚至还有很多人失去御空之力，宛如从天而降的人雨一般，直接从高空坠落下，掉入那翻腾的巨浪之中。此时此刻，数千万大军除武王强者之外，没有一人能够安稳的站立，哪怕是强如慕容寻，也是摔倒在半空之上，狼狈不堪，溃不成军。这一刻，春武、夏雨、秋竹、冬雪等人则是大喜，因为他们都知道是缥缈仙姑出关了。果不其然，
当他们回身观望之际，自缥缈先锋的深处，两道身影正缓步而来，走向入口之处。而这两位正是秋水伏烟以及缥缈仙姑。在缥缈仙姑出场之后，那慕容聂空则是猛然大袖一挥，一股强大的武王气息散发而出，扩散而去。这股气息很强，大有平定四方之势，所过之处，那种震荡皆是消退，最终竟全部被他打压了下去。可是哪怕如此，却也没有人敢轻视缥缈仙姑，相反，所有人的脸上都布满了凝重之色，只是一声怒吼，便将数千万人马震荡得溃不成军。由此可见，缥缈仙姑的实力当真是名不虚传，的确是东方海域最顶尖的人物。缥缈仙姑果然不同凡响，晚辈今日算是长见识了。平定动乱之后，慕容聂空微微一笑，竟然一改先前的高傲，颇为谦卑地对着缥缈仙姑施了一礼。慕容聂空，少与本仙姑来这套。刚才那句要踏平我缥缈先锋，可是你说的。缥缈仙姑目光凌厉，冷声问道：“仙姑，此话的确是我说的，但是也是事出有因。那楚风斩杀我诛仙群岛强者无数，又抢走了我的王丁，掳走了我的未婚妻，还斩杀了我岛功臣一仙的孙女雅妃，此子与我诛仙群岛之仇，当真是不共戴天。仙姑当真不该庇护他。”慕容聂空说道：“本仙姑想庇护谁就庇护谁，谁都管不着。但是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今日来犯我缥缈先锋的人，本仙姑会全部记在心中。烈火神鸟、磐石异兽、血灵妖鱼，你们三族可真是越发厉害了。与诛仙群岛联手欺压他人也就算了，竟然欺负到本仙姑的头上了。这个账日后我会去找你们算清楚的。”缥缈仙姑面容平静，但是她那双眼眸之中却宛如有着两把寒气凝聚的利刃，让人只看一眼便感觉浑身上下冰冷刺骨。不得不说，缥缈仙姑当真是厉害。她这一番话说出后，三大妖族的人皆慌了，就连三大妖族的族长此刻也是眉头紧皱，目光开始不安地闪烁起来。由此可见，他们哪怕是雄霸一方的顶级势力，但是却也惧怕缥缈仙姑这位超级大人物。但是哪怕惧怕，可他们却也并没有退缩。由此可见，他们来此并非意气行事，当真是下定了决心的。哈哈，仙姑就是仙姑，不愧是晚辈敬仰的人物，这种气势当真是吓人啊。不过仙姑您老虽强，但也不要太看不起我们这些后辈，与您说话客气，那是尊重您老是前辈。不过您也别倚老卖老，给脸不要，休要以为我等没有踏平你缥缈先锋的能力。说句不好听的话，要是没有这个能力，我们今日也就不会来到此处了。这一刻，慕容聂空也是收起先前的笑脸，尽展王者气度，修成口舌之力。哪个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就直接过来试试看。然而就在这时，缥缈仙姑的目光突然一闪，那本平静的面容便瞬息转冷。与此同时，只见其衣袍急速舞动，一股异常磅礴的气息便自其体内爆发而出。此气息一经涌现，缥缈先锋之外的虚空都开始急速塌陷，所过之处皆是漆黑一片，异常的骇人。这股气息竟是六品武王。感受到那凶猛无比的气息，在场之人几乎皆是面容大变，因为他们此刻能够清晰地感应出缥缈仙姑的修为在何境界。这位活了近千年的大人物，竟然已经踏入了六品武王，在修为之上，要在诛仙群岛的岛主之上。这一刻，诛仙群岛与三大妖族的千万大军之中，顿时掀起了一阵骚乱，肉眼可见的恐惧弥漫在大部分人的内心与脸上。而相比于他们，缥缈先锋的人则是满面狂喜。尽管他们都知道缥缈仙姑很强，但却没有想到他已经强到了这种地步。如果说五品武王已是东方海域强者的最巅峰，那么六品武王就可以说是凌驾所有强者之上的王者之王。想不到仙姑的实力已经强到这种地步，这可真是可喜可贺呀！看着那汹涌而恐怖的气息，缥缈先锋内的众人皆是狂喜不已，尤其是先前满面恐慌的夏雨冬雪等人，此刻竟然笑得最为开心，因为他们都没想到自己的师尊会有这般厉害。六品武王绝对是东方海域最顶尖的势力，想要对付六品武王，这可绝对不是对方的人数就能够占据得到优势的。所以他们觉得今日不但缥缈先锋将要保住，这些来犯的数千万大军也将要大难临头，六品武王绝对具备抹杀他们的实力。然而就在人们觉得大局已定之际，突然一道轰鸣在虚空之上炸响，而在这股轰鸣之下，又有一股磅礴的气息浮现而出，滚滚而来。这股气息非常之强，竟能与缥缈仙姑的气息交织在一处，而不甘示弱，最终更是将缥缈仙姑的气息给抵消开来。堂堂六品武王的气息竟然被他人的气息抵消，这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那位出手之人也是一位六品武王。这怎么会这样？竟然还有一位六品武王！见到这一幕，那正笑得无比灿烂的夏雨冬雪顿时又脸色铁青。事实上，莫说是他们，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大感意外。如果说缥缈仙姑的修为已然达到六品武王，这还是能够接受的事情的话，那么他们可想不到，在如今的东方海域，还有谁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原来是藏着高手。既然来了，就不要藏头露尾，出来吧，也好让我知道一下，究竟是何方神圣，还隐藏在这千万大军之中。不过相比于他人，缥缈仙姑虽然也感到意外，但是神情上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依然从容自若，以那浑厚的声音说道：“想不到这么多年不见，你还是这么锐气凌人啊！”就在这时，一道嘶哑而沧桑的笑意突然在虚空之中响起，定目一望，慕容聂空前方的虚空一阵蠕动，最终竟然浮现出了一道老者的身影。这位老者身穿金色长袍，浑身上下光芒四射，打扮得异常华丽，甚至比诛仙群岛的岛主慕容聂空的装扮还要尊贵。但是这个老者长的那个可真就是太老了，光秃秃的脑袋上面
只剩下几根白毛，那白毛随风摇摆，甚是难看。但是他却任由白毛飘在头顶，不忍摘下。而再观他的面容，那简直就是真正的皮包骨，不，准确的来说是皮脱骨。他的皮肤尽是皱纹，没有一丝弹性，并且松松垮垮，简直快要与他的肉身脱离开来。此刻老者正在微笑，不慎张开嘴角，目光敏锐者更是能够发现他的口中一颗牙都是没有。从此可以看出，这可真是一个老到要死之人。眼下这位老者站在半空之上，从表面上来看，给人的第一种感觉就是4个字：摇摇欲坠。真的是摇摇欲坠，因为他的这副身板从外表来看实在太脆弱不堪，能够御空而行真是奇迹。甚至有人觉得一阵大风袭来就能够将他吹散架掉。但是这个老者在这种时候出现，没有一人敢有所大意，因为显然他就是先前那位抵消了缥缈仙姑气息的6品武王强者。这位老者出现后，无论是3大妖族还是缥缈先锋的人皆是一愣，因为在他们的眼中浮现出了2个字：陌生。对于这个老者，他们太陌生了，没有一个人认得。可是这样强悍的人物怎么可能无名无姓？拜见老祖。而就在众人猜测这老者究竟是谁之际，诛仙群岛的大军竟在慕容聂空的带领下齐刷刷的半跪于地，向这位老头师以跪拜大礼。老祖！诛仙群岛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老祖？此人究竟是谁？这一刻，除了诛仙群岛之人外，几乎全场的所有人都是满面吃惊，哪怕3大妖族的人也同样如此。他们都想不通，诛仙群岛什么时候出现了这样一位老祖级人物？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可从来没有听过诛仙群岛有这样一位老祖啊，并且这个老祖他们从未见过啊。慕容命天，是你？相比于众人的迷茫，缥缈仙姑则是眉头微皱，眼前一亮，显然她认识对方。师姐，想不到我以这个模样，你还能够认得出我。师弟这心可真是热乎啊！不过可惜，时间流逝太快，转眼之间便过数百载，师姐的风韵已然不在，而师弟我也已是一个将死之人，可叹可悲啊！那慕容命天淡淡的笑道：“什么？师姐？他竟然叫缥缈仙姑为师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慕容命天到底是何来头？为何我之前从未听过？诛仙群岛的历代强者，我皆清楚，可从未听过慕容明天这个人，也没有见到过这个人。为何他会成为诛仙群岛的老祖，并且有着如此恐怖的实力？不止如此，我也从来没听说过缥缈仙姑有什么师弟啊！缥缈仙姑几百年前就继承了缥缈先锋的守护者大位，若是他真有师弟，那岂不是也是活了近1000年之久？而听的那慕容命天此刻对缥缈仙姑的称呼后，在场之人更是迷糊。原来如此，搞了半天，这诛仙群岛是你创建的？难怪诛仙群岛能够在焚天圣教迁移，焚天圣教瓦解后这么快的崛起，一切都是你在背后操纵的吧？不过这也难怪，若是你出手的话，暗中灭掉当时的那些势力，倒也不是什么问题。只是我没有想到，你竟隐藏得这么深。缥缈仙姑笑了笑，似乎已经明白了一切。不过楚风却发现，缥缈仙姑虽然表面平静，可是她的目光之中却闪烁着浓郁的杀意。虽然缥缈仙姑隐藏得很好，但还是被楚风所发现。由此可见，她与此人是有着深仇大恨的。师姐真是聪明，不过现在才发现，似乎晚了一点。慕容命天一脸的得意。其实诛仙群岛刚刚出现的时候，也曾怀疑过，但是那时我确信你已经死了，所以便没有调查。想不到你居然没死，并且活了这么久。缥缈仙姑说道：“哈哈，我能活得久，那是我的本事。其实就算师姐你怀疑又如何？以你的性格，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绝对不会无缘无故便对一个刚刚创建的势力出手。而我当初计划周密，根本没人能够看出这诛仙群岛与我有一点关系。何况，就算你发现与我有关，又能怎样？最多你也就是灭了诛仙群岛，杀了我的子嗣。但是只要你找不到我，我便可改头换面，东山再起。我若想培养一座势力，谁能够阻我？”慕容命天极为得意，并且话语异常霸气。哈哈，子嗣？你的那里已被师尊以印法斩切，还会有子嗣吗？听得子嗣2字，缥缈仙姑突然大笑起来，并且笑得异常讽刺，甚至大笑之余，缥缈仙姑还看向了慕容聂空，冷笑道：“慕容聂空啊，慕容聂空，你该不会真的以为这慕容命天会是你慕容家的老祖宗吧？不妨告诉你，他根本就是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废物，又怎么可能生养得出你们？你住口！休要侮辱我家老祖！”而听得缥缈仙姑的话后，慕容聂空以及慕容寻等诛仙群岛之人皆是大怒。他说的没有错，我的命根的确被当年的师尊以印法斩切，使得我永远无法重新凝聚。如今的我却没有生育能力，这没什么不好承认的。发生过就是发生过，我也不觉得这是什么耻辱。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对于缥缈仙姑的话，那慕容命天竟是并未感到羞耻，反而很是豁达的点头承认。老祖，你而这一刻，慕容聂空等人则是大惊，显然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就算你们不是我亲生后辈，但却是我亲养的后人。在我的心中，你们就是我的子嗣，诛仙群岛的所有人都是我的后人，都是我的儿女子孙。慕容命天很是豁达的笑道：“老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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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祖。”而这一刻，诛仙群岛的众人则是高声齐呼，甚至有些人更是热泪盈眶。师姐，你还好意思提起此事来羞辱我？难道你忘记我之所以会这样，全都是拜你所赐吗？突然，慕容命天异常愤怒地看向了缥缈仙姑。慕容明天此话一出，诛仙群岛的众人皆是大怒，一同高声呼喊道：“杀了缥缈仙姑，踏平缥缈先锋，为老祖报仇！杀了缥缈仙姑，踏平缥缈先锋，为老祖报仇！”一时之间，报仇2字在这方天地响彻不断。诛仙群岛此行的真正目的也是得以体现。此刻，尽管缥缈仙姑与慕容命天的交谈
所言甚少，但是在场之人却也听出了一些端倪，似乎这位叫做慕容命天的人真的是缥缈仙姑的师弟，与缥缈仙姑一样，同是缥缈仙峰上代守护者的弟子，并且因为什么事情被上代守护者废掉了命根，让其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而此人怀恨在心，离开缥缈仙峰后，创建了诛仙群岛。虽然人尽皆知诛仙群岛的创建者是慕容龙城，但是很显然，这慕容命天才是真正的创建者。诛仙群岛的历代岛主不过都是傀儡而已，一直都是听从此人的指挥。恐怕如今名震东海的慕容聂空也只是一个傀儡而已。这慕容命天暗中操纵诛仙群岛这么多年，从一个无名的小势力发展成如今东方海域的霸主，并且足足几百年都没人发现他的存在。由此可见，此人多么利奥的。尤其是他先前那一番言语，并未否认自己丧失命根之事，反而坦言承认。这从表面来看，似是一种很傻的行为，但他却彻底激起了诛仙群岛众人对缥缈仙峰的怒火。不得不说，此人当真利奥的。尽管有些事情众人无法确定，有些内幕还无从得知，可是众人也算是明白了一个真相：这诛仙群岛今日集结这么多高手来此，并非只是想杀楚风这么简单，真正的目的实际上是想要向缥缈仙峰复仇。果然是他，他就是当年那位暗害我师尊的人。想不到这个老东西竟然还活着。而这一刻，春武则是恍然大悟，他背齿紧咬，一脸的愤怒。春武师姐，此人究竟是谁？可否告知于我？见状，楚风赶忙将春武拉到一旁，传音问道：楚风师弟，此人绝对是天下间最不是人的畜生。当初他与我师尊一同拜入这缥缈仙峰，并且一直垂涎缥缈仙峰守护者的位置，甚至自认为是唯一具备继承守护者大位之人。不过后来在我师祖受限将至之时，突然宣布缥缈仙峰只能由女子继承守护者之位，这使得慕容命天暴怒无比，露出了自己的禽兽面容。他竟然在我师祖以及其他师叔的事物之中下毒。师祖修为强大，中毒后只是暂时昏迷，可是其他师叔却因修为不济而因此毙命。幸好我师尊当日正在试服一种解毒圣药，那圣药药力仍在，使得我师尊未有大碍。当时慕容命天觉得他已成功，所以便拿着我师祖的结界钥匙，闯入了缥缈仙峰的禁地，拿走了被我师祖认为绝对不能修炼的禁忌玄功。事后丧心病狂的慕容命天还准备释放出被封印的魔物，幸亏我师尊出手阻止，才使得没有酿成大祸。不过因为我师尊当时有余毒在身，修为受限，导致并不是那慕容命天的对手。慕容命天竟说到此处，春武竟然穷鼻抽泣，滑落泪滴，竟然哭了。春武师姐，后来怎么了？楚风先是帮春武擦拭泪水，这才开口问道。他意识到慕容命天一定是对缥缈仙姑做了丧尽天良的事情，